近年來，不少海外華人回中國探親辦事，卻在準備返程時遭到限制出境。類似的報道可謂屢見不鮮。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中共官方最近又公布了新的出入境管理規定，這讓許多海外華人、留學生以及跨國企業員工更加憂心忡忡。有的華人可能想，既然自己拿的是外國護照，回國之後應該不會遇到麻煩吧？但事實恐怕未必如此。我們不妨來看一個真實的案例。近日，海外社交平台 X 上流傳的一則真實投稿，再次掀開了中共黑源趋勢統治的冰山一角。一名華裔企業家在日本經營企業20餘年，僱傭了40餘名員工，坐擁近8000萬人民幣的資產。他已經移民日本13年，今年7月初攜全家5口回中國探親。不料7月下旬準備返日時，就在登機前短短5分鐘，全家被无預警式限制登機。隨後，他們被押進小黑屋审讯長達7天，期間不眠不休，夫妻被分開審訊。辦案人員更以若不配合，3個幼童將被送往偏遠地區福利院，淪為孤兒相要挾。在中共的威逼下，這名企業家被迫在鏡頭前說自願放棄日本國籍，恢復中國國籍，這樣就切斷了外國領事的保護。7月31日，他收到恢復中國國籍書第1038號。隨後，他所有的銀行卡、微信、支付寶都被凍結，無法預訂機票。他去公安局備案時被告知，2036年前禁止出境。他在日本的企業瞬間停擺，全家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境。這不是電影情節，而是當下真實發生的慘劇。許多海外華人以為辦了外國護照或拿到綠卡就高枕無憂，殊不知在中共眼裡，你仍是一隻待宰的羔羊。長期以來，部分海外華人圈裡流行一種兩頭通吃的做法，一方面享受西方自由世界的法治保障、福利體系和護照便利，另一方面又捨不得放棄在中國的紅利、人脈、戶口。這種腳踩兩隻船的做法，在真正的法治國家裡，頂多算行政違規，但在中共這樣集權體制下，卻是極其危險的。不少人看到這位日本華裔的遭遇，都感到不寒而栗。但事實上，這早已不是中共第一次使用這種黑幫手段。早在2015年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中，類似的情況就已經出現過。銅鑼灣書店因長期出售涉及中共高層內幕、政治傳聞以及權力鬥爭的書籍而廣為人知。由於這些書籍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因此反而吸引了大量來自大陸遊客前往購買。書店老板桂明海擁有瑞典國籍。2015年10月，他在泰國遭中共特工跨境綁架回國。與此同時，他的3位同事也失蹤了。為了切斷瑞典政府的領事保護與外交干涉，中共強迫桂明海在中共鏡頭前電視認罪，並聲稱自己是自願回國投案。到了2020年，中共法院荒謬地宣稱桂明海已於2018年自願申請恢復中國國籍，隨後判處他10年重刑。瑞典外交官想要會見桂明海，中共一概以桂明海是我國公民，不接受外國領事干涉為由，粗暴拒絕。如今，這套綁架、脅迫、被恢復國籍、切斷領事保護、關押沒收資產的標準作業程序，已經從政治異見人士全面擴展到了海外普通的富商、企業家，甚至只要回國探親的華人身上。只要你的企業有錢，你的資產被盯上，或者你無意間得罪了國內某位權貴，你就可能成為下一個桂明海。在當前中共經濟崩潰、地方財政極度匱乏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與公安機關的遠洋捕撈和關門打狗早已常態化。海外華人帶着資產回國，在他們眼裡無異於移動的提款機。你以為你是回鄉探親、投資興業，在集權眼中，你只是一塊送到嘴邊的肥肉。X 平台博主羅翔近日，他貼出一個網友發給他的帖子，帖子中寫道：“羅老師，我一直是在潛水看帖，這麼多年我都沒發過言。我看到那個日籍華人被迫恢復中國國籍的新聞，實在是忍不住，我就寫了些字，說了一下我的遭遇。我入籍美國已經9年，而且辦了退中國籍的證書。結果最近戶籍找到我國內的親人，通過親人打視頻電話給我，一上來就問我要國外的住址、
電話號碼、工作單位、收入情況，還有我妻子的個人信息和我的孩子在哪家學校讀書。我一聽火就上來了，我就直接開懟：我是美國公民，拜託你還查我戶口，你怎麼想的？警察一看恐嚇不了他，就態度放軟，就說這是上面的要求，我只是執行公務，請你配合一下。他就更生氣，說根據哪條法律，我有什麼義務向你提供這些個人信息？是哪個領導要求的？你把他的名字、職位、警號告訴我，我提交給美國領館，看看我有沒有義務配合。警察沒有想到遇到我這麼軸，就改口說：“你別激動，只是有些程序沒走完，我要回訪一下你而已。”他說：“我的退籍證都拿到了，怎麼沒走完？”他說：“你拿到了退籍證不錯，但是註銷國籍的流程沒走完。流程既然沒走完，你還是廣義上的中國人，還有匯報和告知我們警察的義務。”他說：“我打完電話心裡堵得慌，然後幾個晚上睡不着覺。難道出生在中國就終身為奴嗎？身在中國終身為奴，這樣的想法不是空穴來風。目前中國出入境管轄確實越來越嚴密。”大家好，向大家推薦一款非常好的產品，來自快子的明目冷敷眼貼。大家知道啊，我們現在很多人每天眼睛都在超负荷的工作。假設說在正常情況下，肝肾每天可以为眼睛提供10个单位的营養，但是啊，这些现代生活方式呢，已经大幅增加了眼睛的消耗，导致眼睛现在每天需要15至20个单位的营養。當供應少於需求時，就會出現這些問題。眼睛啊，很多問題是沒有辦法替代的，所以護眼這件事情不能等出了問題再說。這款日本生產的眼貼適合在長時間用眼之後使用，是一種日常護理的極佳選擇，對眼睛乾澀、眼前黑影、眼壓高都有很好的作用。在中國呢，為觀眾朋友們爭取到了優惠價，只要輸入我們的專屬優惠碼 KZG 就可以享受優惠價。購買鏈接呢，我們會放在影片描述和留言區置頂，快來選購吧。中國最近公布了一套全新的出入境管理規定，將在下個月的15號起實行。這項規定真正引發關注的，並不是某一項具體條文，而是它所體現出的整體趨勢。中共國對於人員流動的管控正在進一步收緊，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的大門正在緩緩關上。被扣留在中國的 Manyos AI 創始人蕭紅與季逸超的遭遇，被視為新規定正式出台前的預演。Manyos 是一家由中國團隊創立、總部設在新加坡的人工智能初創公司，創辦人是蕭紅，首席科學家則是季逸超。去年3月 ，Manyos 推出號稱全國首個通用 AI 智能體的產品，引發科技圈的高度關注。包括谷歌在內的多家科技巨頭都認為這是 AI 發展的下一階段。去年12月30日，美國社媒巨頭 Meta 宣布將收購 Manyos。知情人士透露，收購金額可能在20億至30億美元之間。今年3月初，蕭紅和季逸超因中國國家發改委的約談邀請回國，本以為只是就收購案做例行匯報，沒想到會議結束後卻被告知，因監管審查，兩人不得離開中國，行動遭到軟禁。這場誘捕式約談事件讓 Meta 的數十億美元收購案陷入停擺。新的出入境管理規定可能是中國近年來最嚴格，同時也是最不透明的一套邊境管控制度，影響面很廣。新規定總共有19條，其中最受關注的一條是把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或技術安全的人列入禁止出境的對象。表面上看，這項規定似乎只針對少數特定人群，但實際上其適用範圍可能遠比想象中更加廣泛。它的管控對象已經不再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涉密人員，而是已經延伸到普通科技從業者、科研人員以及跨國企業工作人員等群體。更關鍵的是，決定權不再只握在中央手中，而是下放到省級政府和更多行政機關。權力層級越多，標準就越不一致，解釋空間也越大。對一般人來說，這意味着你可能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就會踩到紅線，也不知道哪一天突然被告知不能出境。規定裡還有一條讓人不安的內容：
如果中國公民在境外做了被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或利益的違法犯罪行為，回國之後可能會被禁止出境6個月到3年。也就是說，你在國外的行為可能影響到你未來能不能再離開中國。其實，中國早在2013年就已經實施出入境管理法，也有針對外國人的管理條例。但這次的新規明顯不是為了讓大家更方便的出國，而是為了不讓你走。分析人士認為，接下來這幾十天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是逃出中國最後的時間窗口。規定第2條提到，對於前往風險等級最高國家或地區或人身安全案事件突發高發國家和地區的公民，移民管理機構可對其進行勸阻。自媒體博主文昭表示，勸阻實質上是在邊界環節直接攔截，而哪些國家地區屬於高風險解釋權完全在官方手中，可能隨外交形勢隨時變化。例如，台海一旦緊張，美國及其盟友都可能被重新定義為危險地區。規定中還提到，對於不准出入境的人員以及涉嫌影響國家安全、處於刑事偵查等情形的人員，可以在不告知當事人的情況下限制其出入境。也就是說，即便你已拿到有效簽證，也要等到過海關的那一刻才會知道你有沒有被邊控。而邊檢執法人員帶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甚至取決於值班人員當天的情緒與心情。新規裡還有一條頗具爭議的要求，所有出境中介機構和移民代理機構不得為公職人員或軍人辦理出境證件及海外身份，一旦發現相關客戶，還必須主動向監察機關報告。問題在於，中國對公職人員的定義極為寬泛，遠不止政府部門或公務員本身。國企員工、事業單位的管理與行政人員，甚至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算在內。而且規定並未明確限定，必須是在職人員，理論上離職、跳槽甚至退休的人都可能被追責。換句話說，中介機構被迫承擔起一種監控義務，必須隨時上報，隨時配合。在中國網絡上，“朝陽大媽”這個詞經常被用來形容那些協助有關部門搜集線索、監督舉報的人。而在不少觀察人士看來，這一次中共當局等於把這些中介機構也變成了朝陽大媽，讓他們在不知不覺中承擔起了監控和舉報的角色。中國境內的風險正在不斷升高，就連國際知名人士也未能幸免。今年6月13日，北京天氣悶熱難耐，就在許多人正忙着規劃暑期旅行之際，美國駐華大使館和領事館卻在短短數小時內接連向外界發出了3道嚴厲的旅行警告。警告指出，前往中國的美國公民，特別是具有華裔背景的人，目前正面臨着越來越複雜且不可預測的法律和安全風險。警告不是憑空而來，就在前一天，美籍緬甸裔學者閔欣被中国當局以涉嫌從事間諜活動刑事拘留。消息一出，立即引發華盛頓關注。閔欣並不是一般的學者，他長期關注中国在緬甸的影響力、中緬邊境民族事務以及區域安全問題，因此在國際學術界和政策圈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年輕時，他曾參與1988年緬甸著名的8888民主運動，因反對軍政府而遭到打壓，最終流亡海外。後來，他在美國定居，並取得了美國國籍。隨後，中共外交部證實，閔欣因涉嫌從事間諜活動、危害國家安全而被刑事拘留。這起事件無疑加劇了外界對中国境內外國人安全狀況的擔憂。事實上，閔欣並不是唯一被中國拘留的美國公民。根據公開信息，中共目前以各種形式拘留着約200名美國人，這些人大多是美籍華人。不要以為你不是名人、企業家就不會被盯上。事實上，中共的這套出入境管理規定管的是所有的中國人。例如，最近中國多個地區陸續出現一種讓人頗感不安的現象：居民的護照被要求暫時保管，個人出境必須提前報備。最早傳出消息的是甘肅、貴州等地，雖然中共當局並未發布任何公開文件或法律依據，但在基層，這些做法已經開始執行。許多當地居民都證實了這一點。有律師直言，這種行為已明顯觸及法律邊界。
很多大陸民眾在預訂國際航班後，會接到警方電話詢問出境目的地、停留時間以及具體事由。換句話說，光是買一張機票就足以觸發警方的問候。一名長期旅居海外的華僑最近在社交平台披露，他的戶籍所在地甘肅隴南市武都區，要求居民上交護照，官方解釋是暫為保管，如需出境必須提前報備審批。更讓他困惑的是，他多年未在國內生活，卻仍被納入管理範圍，當地也沒有提供任何法律依據或明確期限。類似的做法並非個別現象，多名雲南居民向海外媒體確認，當地也存在護照集中存放、出境需審批的情況，這顯然已經形成一種區域性的趨勢。在貴州遵義，居民劉楠表示，我們這裡經常去美國、歐洲、日本的人，最近都被要求上繳護照，回來後還被騙進叫去做筆錄，問你出去幹什麼？有朋友說護照已經交上去了，以後想出國要向街道辦申請。然而，根據現行法律，護照屬於公民合法證件，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非法扣押，只有在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因辦理案件需要時，才可以依法扣押當事人的護照。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感謝您的支持，我們下期節目再見。